在冰岛的北部，我们用了2天时间，从寂静小镇到冰封的米湖，从火山之巅到地热温泉。我们见证了晴空与暴雪在半小时内切换，也见证了同一座瀑布在暮色与晨光中的不同容颜。这就是冰岛北部最魔幻的真相，变化是这里唯一的不变。我身后这一片呢，就是雷恰利兹有名的米湖。可是在这个大冬天的时候呢，后面只有白茫茫的一片雪，只能看到雪并看不到湖。上面的那一道应该是刚刚有雪地摩托还是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划过的。这里四周呢一片的寂静，整个雷恰利兹这个城市只有常住人口300多人，所以非常非常的安静。2300年前的一次火山爆发，形成了眼前这座米湖。在湖的东北方向坐落着小镇雷恰利兹，它的名字在冰岛语里与温泉有关，但小镇给人的第一印象却是空旷。这里的常住人口可能还没有国内一个小区的居民多，开车绕行米湖，常常10分钟都遇不到另外一辆车。远处白色的呢，就是米湖，它有很多条步道，就是通过我前面这个小台阶下去，有大的圈和小的圈，并且可以绕湖一周，但是现在冰天雪地的，不是很好走。然后在这周围呢，遍布着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火山，所以地热也非常的发达。不知道这里夏天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色，但是在冬天的时候呢，就是这种白加黑的组合。我们待会儿要去米湖的一个温泉去看一看，去体验放松一把。泡温泉，泡温泉，泡温泉，泡温泉。泡温泉的游客，请跟我走啊！男宾一位，男宾一位，这夏天一定会很漂亮。男宾一位，泡温泉的走啦！在泡温泉之前，我们先要去看一座火山。其实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这座山的名字，它也不在我们的旅行计划中，只是它刚好出现在了住宿地房间的窗外，让我充满了好奇。于是窗外的风景变成了下一站。这是冰，从这儿走，这都是冰。那都是冰。看傻子扔冰。今天是来爬一个火山，看到了吗？那个大火，我们打算15分钟解决战斗，看能不能爬上去。现在录这段视频已经花了23秒，现在咱还有14分30秒，快呀！加油！有了，继续。这路下不好下。加油！后来我才知道，它音译为惠尔火山，形成于2500年前的一次蒸汽爆炸。从远处看，它就像大地上的一道伤疤，提醒着人们这片土地的力量。经过了15分钟的跋涉，我们终于登上了米湖旁边的这座火山。但是它叫什么名字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但这都不重要。这就是昨天我们在住宿地窗子里看到的那座火山，四周非常非常的近。然后火山里面其实还有2个火山湖，但是在冬天都被冰封上了。
转身过来呢，就能看到刚刚我们游览的米湖，有一部分还是蓝蓝的，然后远处还能看到我们昨天居住的小屋。山脚下就是这个仅有300个人口的雷萨利兹的小城市，然后远处这边呢，冒烟的地方就是据说是冰岛最大的一个地热的供电站，冒着升腾的烟，看起来很像是火山爆发的样子。然后在这座山上呢，其实沿着火山口这一周都可以进行一个完整的徒步。你一眼望去呢，零零星星的大概有不到10个游客正在环绕着山走，在山的那边也有几个人在走，但是我们可能并没有那么充足的时间去绕一周，所以就在这边上简单的看一看。终于爬上火山了，今天是非常非常冰岛的一天。我这边是火山，火山上又有雪，所以是验证了那句话，这就是冰与火的世界。朝着山下这片雾气升腾的方向，只需要10分钟的车程，就来到了米湖天然浴场。从火山的冷峻中下来，跳进大地的体温里。这里的泉水常年保持在35到40度，在零下10几度的空气中，蒸汽如云雾般升腾。实在是太舒服。我们今天从火山徒步下来之后呢，就来这个温泉，这里离雷恰利兹这个小镇非常的近，大概就几公里的路程。然后温泉还挺大的，只不过是在这种冬天的温度里面，这温泉的水温很高，四处都是雾气腾腾的感觉。如果你不走近，就根本看不到眼前到底是什么样的景色。然后在朦胧中呢，听人说话的声音，觉得在这里的游客还是挺多的，所以这个温泉应该还是附近比较受欢迎的一个地方。总体来觉得非常非常的享受，尤其是在结束了一天非常辛苦的旅程之后，比如我们的登山，而且在结束了之前一段长长的非常行军式的旅程之后，来到这里放松一下，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温泉的远处就能看到火山，不知道在这个雾气中能不能看到，是一片白雪茫茫的，然后远处就是我们今天爬的那座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火山，然后周围都是白雪皑皑的各种山头，感觉非常非常像在仙境之中，太享受了。当身体的寒意被温泉驱散，我们重新上路。今晚的住宿地在距离雷恰利兹80多公里之外的阿克雷里，而恰巧位于路线中段的众神瀑布自然就成为了我们的目的地。众神瀑布距离1号公路非常近，在北部雪原的暮色中，你甚至在路上就能看到它激起的水雾。这个就是冰岛有名的众神瀑布。我们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有点晚了，是在黄昏的时候，所以颇有一种诸神黄昏的感觉。冬天的众神瀑布我觉得还是蛮漂亮的，太阳照在水汽上面呈现出不同的颜色。在日落前最后的光里，我们见到了众神瀑布，但暮色像一层毛玻璃隔在我们之间。这是一次仓促的初见，我们记住了他的声音，却来不及看清他的面容。离开瀑布，我们继续开往30多公里外的阿克雷里。当我们在夜色中穿过长长的隧道，城市的灯光出现在尽头。这就是阿克雷里的夜晚，亮起的港口和街道
让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大城市的我们，觉得这里是个发着光的归宿。这个人口不到2万的城市，是冰岛北部最大的定居点。阿克雷里的新型红灯温暖了北部的寒夜，但我们的心里还惦记着那座未看清的瀑布。于是，一个计划在热烫的蒸汽里诞生。恒大冰泉，车里一夜，全变成冰山了，特别符合它的这个造型，完全是冰山。证明这个冰岛的北部还是冷。跟这瓶子设计感，上面是冰山，底下是一个冰岛的地图，还是 HP 8.4的水。pH 文房 pH 我们说 pH 8.4的水。第二天清晨，我们决定重返众神瀑布。这一次，我们从北边的84号公路绕行，晴朗无比的天气让这15公里额外的路程充满了风景。我们又回来看瀑布了，傻子一样。看到瀑布了，哇，这好漂亮，这比昨天那个地儿好看。It's more than enough to let the light in. The way you're making me feel it's divine. It's enough to let it flow, let it be. 众神瀑布。相传1000年之前，这里是众神的沉默之地，是冰岛人信仰转折的象征。当此刻阳光穿过水雾，我们看到了故事的另一种可能。也许众神从未离去，他们只是化作了光，化作了红，以另一种永恒的方式守护着这片他们曾经被供奉的土地。看那片冰底下一道一道的，就跟那个白巧克力撒在蛋糕上的那种感觉。然而冰岛的天气永远会提醒你谁是这里的主宰。来时湛蓝天空下的公路渐渐被雪覆盖，又下雪啦！我现在站的这个观景台呢可不一般，因为在我的身后就是冰岛第2大城市阿克雷里，远处呢还有一丝丝的阳光，但是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已经飘起了这种大大的雪花。昨天在我们出隧道的时候，也在这个观景台停留了一段时间，但昨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夜景。因为在冰岛这个地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过大城市了，但是在昨天一出隧道就被整个城市的灯光还有夜景给震惊到了，然后在这里还拍了挺多照片的。但是白天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，在下雪和晴天的时候景色也是不同的。我的对面呢是一个港口，那里停着几艘船，这里面的船有一些是从阿克雷里出发到附近海上的观鲸的船。有阳光的那边呢会有一个机场，就是阿克雷里的机场。我们昨天在这里碰到了一对搞摄影的人，然后他们一直在抓拍飞机降落的瞬间。那我身后这个黄色的标志呢就是这里，这是一条隧道的出口。那这个隧道也是整个冰岛1号公路唯一一个收费的路段。这隧道全长我印象中应该是有7.5公里，还是蛮长的。那这个隧道呢需要收费，大概像我们这种小车呢是1850克朗左右。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早上去看了众神瀑布，不想在这个隧道再走2遍，所以我们进行了一个简单的绕路。但是在绕路的过程中呢，上午去的时候是阳光明媚，路况非常非常的好，景色也非常的美，两边都是雪山，雪山下面还有一条蓝色的河。但是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呢，就飘起了大雪，路面又是像那天在1号公路一样的情况，整个路面上都是飞起来的雪花，也是路况非常非常的糟糕。还好我们现在已经到城市里了，
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赶路去今天的住宿地，叫华姆堂吉。然后我们今天会入住一个独栋的小木屋，也是非常非常的期待。继续走了。离开阿克雷里不久，飘雪变成风雪，那种熟悉的白色恐惧再次降临。但奇妙的是，这一次我们没有恐慌，也许是经历过，知道这些终会过去。终于到小木屋了。房东应该是帮我们把暖气先打开，因为这里超级的暖和。有一个小厨房，然后是上下铺，不大，但是挺温馨的。那又到了晚上做饭的时间了。今天是我们最后一个自己的厨房，租了一个小木屋，所以呢设备都挺齐全的。打算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丰盛的晚餐，所以大家也看到这个把食材也排了一桌子。先说一个辅菜吧，墨西哥 taco 的这么一个食物，买了一些肉碎，再加上这个 wrap 的一个卷儿，去给它做成这种图片里这样的样子。然后呢，用第一次刚来的时候做了剩下的半袋的海底捞的牛油底锅料，去做一个这个牛油辣子的这个龙虾加上鱼，然后里面放鱼饼的这么一个火锅，辅以一些这个我们的老朋友川粉、蔬菜碎，放一些雪菜。主食呢是最后这个米饭，这是我们带的最后一点米饭，今天把它都吃完苹果汁。那我现在就开始做饭了。这里面是有咸淡味儿的。在小木屋的晚餐中，冰岛北部的故事有了一个温暖的据点，但我们知道公路还在延伸。下一期我们会继续向西，去追寻和白日梦有关的冰岛故事，去探索斯奈山半岛的海牙线。欢迎订阅、关注和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走，直背，走，自然。走，慢点。哎呀，哥哥。走，慢慢走，慢点。走，自然一点。走，慢点走，非常好。停，好。入境了。